大家好，我是 Seth。本期视频我来为大家介绍下虎鲸笔记中的查询功能。对于一款好的笔记软件而言，它有两类最重要的功能：记录与查询。前面几期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记录的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虎鲸笔记灵活且丰富的查询功能。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几个内置查询，也就是我们下边看到的这一排。首先是引用，我们以 Task 为例。Task 标签的引用查询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 Task 的引用，也就是哪里关联到了 Task。那譬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4个任务，因为打了 Task 标签的块，我们就认为它是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个 Task。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看周报标签的引用查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周报。文章看到所有的文章，话题看到所有的话题。所以引用查询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聚合，它聚合了所有与我们这个块儿相关的内容。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志页，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内置查询，当日创建的。那这是日志块独有的一种内置查询，它展示了在我们当天，就是在日志所代表的这一天中，我们创建出的一些特别的块儿。那这些特别的块儿包含打了标签的块儿，以及有别名的块儿，还有就是一些顶级块儿，也就是没有副块的块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同标签的查询。我们当前聚焦的块里面有2个标签，想法以及满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想法。那么如果我们想看同样的其他的我比较满意的想法，我们就可以点击同标签查询。那同标签查询就会查出其他带有相同标签组合的结果。那一般来讲，带有相同标签组合的内容，它们是有关联的。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我比较满意的想法，所以同标签查询就是一种快速的帮我们筛选相近内容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还是回到首页，然后点击想法。我现在在思考这个标签里。好，如果我选候选引用的话，我就可以看到所有文字上面有思考2个字，但是还没有与思考这个块儿进行过关联的一些内容，也就是一些可以做成引用的候选引用。那它就可以方便我快速的将这些还没有形成引用的文字转换为引用。那为什么我们这边想法也被列出来了呢？是因为我们的思考标签有一个别名想法，所以说无论是思考还是想法都会被查找出来，以方便我们去将它转换为引用。好，那么这几个就是我们的内置查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种查询视图。我们还是先来到 Task。那么查询结果的默认视图是列表。除了列表之外呢，我们还有卡片、表格以及日历视图。不同的视图有各自擅长的交互方式。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列表。列表就是将结果一条一条的这样子展示出来的一种方式。那它可以支持排序。排序的话可以支持多字段排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task 标签，它有几个属性：状态、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那么我排序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字段来进行排序。比如说我可以先按照状态来进行排序，然后如果状态相同的情况下，再按照修改时间降序来进行排序。那么它就会将状态一样的，比如说这种未开始的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中的分别来排出来，然后在每一个里面它会按照它的修改时间进行降序来排序。比如说24号的这个会在23号之前，因为我这边有一个修改时间按降序来排序嘛，就是首先它会按照状态来排，然后再按照修改时间来排。当然你还可以再加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序时间排序的方法。那除了标签上面有的这些属性可以拿来进行排序之外，我们还有一些默认的排序条件，例如块的创建时间、块的修改时间块所对应的日志时间，如果这个块是写在日志中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你选日志时间，它其实使用的就是我们的创建时间。那我们也可以根据块的文本来进行排序也就是按照它的文字内容来进行排序。
或者是按照一个块的引用次数来进行排序，或者是给它一个随机排序。那下面这几个呢，就是我们内置的排序条件。这些排序条件是可以进行组合的。那除了排序之外呢，还支持进行分组。比如说，我们按照任务的状态来进行分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待办、进行中、未完成、已完成、已取消等等几个状态，还有一个是空。那空的话，就是它没有填写用户没有填写过任何状态。如果你不想看某一个，比如说我不想看空的这一组，那么我就可以点击它后面的可见性，把它的这个眼睛给关掉，那么我就看不到这一组了。列表中还有一个引用链模式，我们稍后会特别讲解一下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卡片。卡片视图会将每一条结果以一张卡片的形式来展示。那么一行有多少个卡片呢？是取决于你的这个视图的宽度的。那默认我们的视图不是很宽，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面板切换成宽屏模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卡片了，一行。当然，我可以手动的去调整每行出现的卡片的数量。那么卡片会将标签显示在上边，然后将块内容显示在中间这儿。如果我们的这个属性里面有某一个属性是配置为显示状态的，那它就会出现在卡片的下边。那么卡片视图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它除了正常的排序之外呢，它的分组，比如说我们按照状态来进行分组，它的分组呢还能够拖动卡片，也就是说我可以将卡片在不同的分组之间进行拖动。假设说我将这个卡片功能点 A 设计这张卡片拖到进行中，那么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属性状态就会被切换成进行中，就相当于我们在这边直接改了这个状态的值一样。所以这种交互的话，看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看板的一种交互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卡片视图进行分组之后，可以拿来当做看板来使用。好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还得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卡片视图是可以支持头图的。就如果我们有一篇文章，比如说我们到文章这个标签里面来看，我们的温馨的午后时光，它是一篇文章，被我标了文章的这个标签。文章标签里面有一个头图属性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图片类型的属性，然后我们给了它一张图片。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图片属性之后，这个图片属性中的图片就会显示在我们的编辑器的上方。那我们恢复这个宽屏模式，并且这个头图是可以用鼠标来拖动上下位置来进行调整的，就是我们可以手动来调整一个适合的位置。这样子一张带图片属性的块如果在卡片视图里面显示的话，那么就可以显示出它的这个头图来。比如说我们切换到卡片模式，可以看到温馨的时光，它的这个头图也会被显示出来。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视图，表格视图，切换回宽屏模式。那么表格视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把属性，就是它会把标签里面的属性作为列显示出来。比如说 task 标签里面有状态属性、开始时间属性、结束时间属性，那么每一个都会以一列的形式把它给展示出来。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快速的去进行修改。比如说我想把待办切换成进行中，或者是给它一个起始时间。也就是说，表格是要结合标签属性来使用才有意义的另外一点就是，表格最下边一栏是有一些统计的功能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栏的属性值，它的属性类型是数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统计，比如说求和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等等。其他的类型也可以使用计数、为空不为空、空百分比和不为空百分比等等这几个统计数值。表格视图也支持调整列，比如说我可以通过拖拽来调整我显示的列的顺序，比如说把状态显示在结束时间之后，或者是不显示结束时间，或者是显示它的创建时间等等这样子方式来调。同时表格视图也支持排序以及分组。
比如说我们用状态来进行分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待办是一个表格，那么进行中是一个表格，已完成是一个表格，已取消是一个表格，为空的又是一个表格。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日历视图。日历视图展示了我们在哪些日志中，就是在哪些天中对 task 进行了引用，也就是有 task 相关的内容。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23号有3个 task 的相关的内容，24号有1个。当我们点击时，就会弹出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块内容。然后当我们 hover 上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浮动预览。如果我们把浮动预览关掉的话呢，也可以按浮动预览的快捷键，默认是 Command E 或者是 Control E， 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就可以把相应的浮动预览给展示出来了。那当然我们点击的话也会跳转到对应的块里面去。除此之外，我们的日历视图还有一个年视图，这个年视图是以年为单位来进行统计，像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 task 仅在12月的这2天有相应的记录。那么如果我们在其他的天上面也有相应的记录的话，这里也会显示出来。那么日历视图就特别适合做一些打卡类的应用，或者是做一些项目相关的统计。比如说我可以看某一个项目在我1年当中有哪些天是涉及到这个项目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个引用链的示例。那么我现在在9号的日志中，然后我这里边有一个话题，标签应该怎样用，然后有一些描述。来到10号里，我对刚才的那个块呢有2个引用，一个是说将这个方法适用起来，另一个呢是说做了一个反思，说这个看法可能有误，怎么怎么样。好，这个反思这个标签里面呢，我标了一个圆，然后呢，它是一个块引用，它直接引用到了我之前的那个块里，所以说对之前那个块进行了一个引用。那么来到11号，我又对我之前的那个反思，也就是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有误的这一条做了一个反思，也就是反思的反思，对吧？就是说明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标签的用法，然后怎么怎么样。好，也就是说我现在就有了一个引用的链条，对吧？从我的原始话题出发，我可以一直链到我的反思的反思里。那么如果我现在来到话题这个标签下，然后我看它的引用，那可以看到是我有一个话题叫做标签应该这样用。如果将它展开的话，我可以看到它的块内容，对吧？它里面的子孙块它的内容，但是我看不到这个引用链。如果我要看引用链的话呢，标准的方式是在它的右边可以看到它有2个引用，那么 hover 上去的时候就会出我的浮动预览，然后这浮动预览告诉我说这里面有2个这样子的引用。但是呢，这个只能是对外看一级。如果我想一直 follow 这个链条的话，我就可以在我的列表视图中打开引用链模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这个背景色会有些不一样，然后它这个框线会变成虚线。这个代表是说它当前在引用链的一个模式下，在引用链的模式下，当我展开一个块的时候，它展开的不是这个块里面的子孙块，而是它的引用块，也就是说谁引用了这个块。也就是说，针对话题标签应该这样用这个块儿，它里面有2个引用，一个是说这个看法可能有误，另外一个呢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给适用起来，而其中一个反思它还有引用，我就可以再展开它，看看谁引用了这个看法可能有误这个块儿。那么发现说，其实还有另一种标签使用方法引用了它。那么相当于是说，我的这一个块儿引用了这个块儿，这个块儿引用了这个块儿，就是 follow 了一个引用的链条。好，所以这就是引用链模式。那么在引用链模式下面，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引用，而看不到里面具体块的内容。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块的内容呢？我们可以通过浮动预览来看。当我们把鼠标 hover 到这个小圆点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块里面的内容，就跟我们普通使用浮动预览时是一样的。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按住 Shift， 然后在侧边打开它，那么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块的这个实际内容。如果我将这个面板锁定那么我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小圆点，在侧边去看每一个块它对应的内容。那这样子的话也比较方便。引用链模式特别适合在一个引用链条上面进行跟踪，也就是说，我看我话题的相关话题，相关话题的相关话题，
它是一种从一条笔记出发，找出关联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自定义的查询块，以及这些查询条件怎么样子创建。首先我们用斜线命令来创建一个查询块，然后将查询条件展开，在这里匹配所有条件，代表着我们创建了一个条件组，这个条件组中的所有的条件都必须为真，也就是说它都必须要能够匹配上才行。如果其中有一条条件没有匹配上，那么整个条件组就会变为不匹配。而匹配任意条件这个条件组是说，这个组内的任意一个条件只要达成了，那么整个组的条件就算达成了。我们后面会看一些实际的事例。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查询条件，或者是新添加一个条件组。比如说，我们来查询一下所有的 tasks， 那么我们选匹配标签，然后在标签这里面输入我们要查询的那个标签名，就是 task。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结果了，因为它现在已经通过标签的方式匹配到了所有的 tasks。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通过标签属性来进行筛选。比如说，我想筛选出所有已经完成的任务，那么我就可以写说状态属性等于已完成。那么这个时候查询结果就只剩下所有已完成的任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匹配任意条件。假如说我将上面的这个条件类型改成匹配任意条件，也就是说下面这些条件里面只要匹配任意一个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还是匹配标签，还是task。那上一个 task 是说它的状态要等于已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下面这个呢，我们设定它的状态等于进行中。也就是说，它会筛选出所有的进行中的 task 或者是已完成的 task。所以这个匹配任意条件，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或的关系。好，我们就把它清一下，然后再把它恢复成所有条件，然后我们仍然是匹配标签。当然，这个操作符除了等于之外，还有不等于，对吧？如果它是一个多选类型的属性的话，我们还可以写有或者是没有某一个选项，或者是这个状态有值还是没值，对吧？没有值的情况下就为空，不为空的情况下就代表它有值。那未设置的话，就是我们对它不加约束，它可以是取任何值，有没有都行，什么值都可以。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对多个属性进行条件约束。比如说我们约束了状态之后，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约束时间。时间类型的话是有一个时间选择器，那可以选择一个绝对的日期和时间，也可以选择相对日期。相对日期的话就是多少多少天前，多少多少天后，对吧？如果是多少多少天前的话，就是负数的，比如说-1天就代表是昨天。那单位的话可以有天、周、月、年。那相对日期和绝对日期也可以混合使用。那这是我们的匹配标签这样子的一个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匹配文本。那匹配文本的话，就是按照块内容的文本来匹配。比如说，我想找出所有带稿件的，那我就可以在里面输入稿件，那么所有带稿件的块也会被列出来。还有匹配日志，匹配日志的话就是匹配引用。匹配引用的话，就是我们对某一个块儿列出它所有的引用。比如说，还是同样是 task，那么所有引用了 task 的块儿，实际上我们只有以打标签的方式来用，所以这边看到的是只有打标签的。那么我们来尝试一下用话题或者是这个标签应该这样用。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行内引用，也就是这种行内的块引用，也是可以被列出来的。标签属性里面的这种引用也是会被列出来，因为它们都属于引用，无论是打标签还是行内引用，还是通过属性来引用都是引用。所以匹配引用的话，匹配的面积比较广。后面这个仅自身代表是否要忽略包含关系，这个在我们的标签或者是页面有包含关系的时候可以去勾选它。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密码包含在备忘里，那么我在查询备忘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密码相关的内容也带出来。如果我们就用匹配引用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勾选了仅自身，那它就只会带出对备忘的引用，而不带出对密码的引用。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匹配日志。匹配日志的话，就是匹配我们的日志块儿，方法就是给定两个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日期。然后匹配块儿就是对我们某一个特定的块儿进行匹配，那它通常都是结合其他条件来使用的，比如说某某块儿下面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某某块儿上边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它单独使用的话用处不是很大。那么匹配块属性，匹配块属性就是把一个块儿的一些元数据拆出来进行筛选。比如说这个块儿的类型，那比如说我们要求它的块儿类型必须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假如说我们搜索所有的 task 类型的，对吧？或者是我们想要搜索所有的其他类型的，比如说视频啊、白板啊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搜索出来。那比如说我们要求它的类型里面有 task，或者是有这个 whiteboard，那它里面就把带白板的和带这种 task 的都筛选出来了。其他的条件还有像比如说是否有副级，也就是说它是否有副块，它是否有子级，是否有子块，那它是否有标签。如果我们选是的话，它就会把所有打着标签的块全部都列出来。是否有这个块本身是否有别名？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页面？那它是否有引用方？引用方的数量有多少？对吧？就是比如说有多少个引用以上，或者是多少个引用以下等等。这个操作符可以在这里面选，比如说是等于、大于、小于等等。还有就是块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这些条件都可以组合起来使用，或者是跟其他的条件一起组合使用。那这是匹配块属性。匹配任务就是匹配我们的这种 task 类型的标签，它里面有一个已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可以比如说选出所有已完成的，或者是选出所有未完成的 tasks。OK，这跟我们刚才看那个用 simple task 插件实现的那个通过属性来实现的那个 task 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内置的 task 类型。好，介绍完这些条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上面的分组，就它的条件组有以下这种，有以下这些，就是匹配所有条件和匹配任意条件。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对吧？一个代表是并列关系，一个代表是或者关系。那么在上级匹配所有条件，就是指给定的这个结果块，它的上级包括它的上上级必须要匹配到某些条件，那这个它是个条件组。所有条件的话，代表说我指定的所有条件，它的上上级里面都必须要满足。任意条件就代表它的上上级里面必须可以满足任意一个我指定的条件。那么下级匹配也是一样的。好，那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条件组叫做链条中匹配。这个链条中匹配它的作用，我们可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子。还记得我们上一期视频里面有讲的这个链条匹配吗？是通过全局搜索来实现这样子一个链条匹配。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查询里面也是有链条匹配的支持的，而且要比全局搜索的要更全面。比如说，我们的自身下面的一个打法，然后我们上下级合并的这种写法，到我们的这个查询里面来实现的话呢，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再回过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搜索所有的满意，但是链条中有想法的，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匹配引用先去匹配我们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满意这个标签。好，然后添加一个链条中匹配的一个条件组，在里面选择匹配引用。然后当我们展开了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过滤出所有上下级有的那些引用。那目前我们这个里面就只有满足条件的就只有思考，所以我们选择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再来看它筛除的结果，它筛除的结果全部都是带满意的结果，并且是在上下级链条中，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任何一个有都可以，所以叫做链条中匹配嘛，它不区分上下级。我们之前的那个上级匹配和下级匹配是区分上下级的，要约束的更强一点，而链条中匹配要约束的更松散一点。也就是说，它上下级里面只要有思考，比如说这里面就是上级有想法，想法就是思考，然后这是同级它的自身上面有，然后这儿是在下级里面有，下级里面有思考，都可以匹配的出来。那与全局搜索里面的链条中匹配不同的是，我们查询中的链条中匹配可以有多个条件。
而且这些条件的类型可以匹配多种不同的类型的，比如说全局搜索里面只能匹配文本，而你看到我们这里面可以匹配引用、标签、日志、块属性、任务等等，这些都可以使用，所以它是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组合查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创建自定义查询的一个功能。那除了通过查询块来自定义查询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查询条这儿，通过这个加号按钮来创建一个跟当前块绑定的自定义查询。举个例子，比如说看我们的周报标签，我们的周报标签上面有公司、年度和周这几个属性。当我们聚焦到周报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点加号，就可以创建一个与周报标签绑定的自定义查询。也就是说，每次当我们聚焦到周报里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我创建的这个自定义查询。举个例子，我们想筛选出所有2024年的周报，那么我就可以给它一个名字，是说我创建一个自定义查询叫做2024，然后展开它的查询条件，把匹配引用转换成匹配标签，因为我们要通过它的属性来进行筛选嘛，然后将年度限制在2024。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周报就只有2024年的周报了。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切走 task 下面就没有这个自定义查询，对吧？当我们回到周报里的时候，就可以又看到我们绑定，又可以看到我们自建的这个2024了。那么2024里面就永远都是2024年的周报。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建2025的，或者是某一个公司的周报。那有哪些自定义查询，这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需求的。那么这个自定义查询的话，也可以进行排序。排序的方法就是我们点住它不放，然后看到它稍微有点放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移动它，把它移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把它移到第一位的话，那么每一次当我们切换进来的时候呢，如果它没有之前选中过其他标签页的话，它就会自动落到第一位上来，也就是自动落到我们的这个2024这个自定义查询上来。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